今天我们特别荣幸邀请到了泰克科技公司的雷总，然后雷总非常欢迎您参加我们本次的一个访谈。非常荣幸，能跟美女接受美女的访谈。没有，然后我们也是特别希望对我们之前的合作进行一个对您的体验进行一个简单的采访。可以。服务当然有期待了，就是有时候，比如我们装一个换热器，因为我们是应用方嘛，对，应用方的话，他们就是对这个换算啊，对管道连接啊和温度控制这一块我们有经验，流程方面有经验，但是对换热器，比如说像安装啊。这种密封情况啊，工人不是很有经验，有时候需要拆好几次，装好几次啊，才打压每一段打压。你像有些大型换热器的话，拆一次很不容易的。没错，所以期望就是说，你们这边的服务也会增强，比如服务人员多，随时叫的话，能够到现场一起，各自把各自的工作做好，是吧？对，这样。你们有熟练的工人去安装的话，我们调试起来也都省事儿了。是因为这个咱们最近不是疫情也是这各个行业的影响比较大嘛，然后我们原来也是主要是以现场指导以及客户的拜访为主嘛，然后现在可能也就是转到线上进行一个远程指导，然后不知道远程指导这方面能否弥补这一方面的一个欠缺，这样。远程肯定是可以的，对，但是也是需要研究怎么远程。像我们设备有时候也做远程，远程的话，只是解决一些小问题、疑难问题，指导客户怎么做。因为尤其换热器这一块儿，它这个安装啊、密封啊、加紧啊这一块儿，都是一些物理的工作，不太适合就是远程，最多用影像。给他们说，哎，这个对不对？位置对不对？次序对不对？哈，然后加紧到什么程度？用通讯的方式，其实还不是远程能够操作的，是吧？像我们，假如将来咱们合作领域拓宽呢，做系统，做一些解决方案的话，它里面的一些调节呀、一些控制啊。这些可能远程会更好一些，软件的东西，是吧？借助于互联网，在这边，比如说跟那边建立连接以后，通过软件来远程就能编程啊，来分析它这个温度参数啊、曲线呀、对不对，是吧？流量，比如说温度、压力，刚才咱们说那个远程监控，你还没监控流量，像换热器。很重要的一个参数就是流量，是吧？两个流道，比如最简单的两个流道流量各是多少，温度怎么样，压力怎么样，这些数据采集回来就可以进行远程控制。果汁行业，据我所知的话，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卫生。对，卫生，其次一个就是怎么防止这个焦糊，还有这个死角的问题。所以对于计算要求比较高，就在这个换热器设计阶段，你要选择很合适的流道宽度啊、流量啊、参数啊这些，让它在换热不光是达到那个温度，还有就在一定时间内达到温度。那食品领域。食品啊，果汁，它这个加热也不能就是说过热，更不能这个用完以后板片的那个缝隙啊、残留洗不干净。这个我们有很多的经验和教训。比如有的公司像国外公司啊，它的代理计算的不准，然后用起来就不是那么回事儿。你要达到那个温度的话，可能就烧糊了。有时候烧糊在里面洗出来那个黑色的东西啊，也影响产品质量。我不知道在其他领域可能也有同样的要求，但是食品果汁领域对这个要求是更严格一些。您指的这个清洗服务就是有哪些要求吗？就定期清洗服务的话，比如说一个换热器，
在不拆除的情况下，就是板式换热器，具体来讲啊，你在加紧的情况下，需要就地清洗。对，在生产完果汁以后要进行排空和就地清洗。就地清洗的话，一般是用一定的流量、温度，还有化学药剂啊。这样的话，你在设计的时候，每一个流道的流速要达到某一个值。如果达不到的话，你是冲不掉那个死角的东西。因为流体的分布在板片里面是很复杂的，也看不到啊，所以需要就是很多的这个实验参数在里面。有这种需求，比如说像过热水端或者脏的那一端啊，不经常清洗的那一端，你可以季节性的、定期的进行这种清洗服务。但是这也是用户要请求的话，他也要付费用嘛。有时候用户就自己解决了。就是说用户选择一个换热器的时候，他首先在这时候就已经想好了，他将来需要怎么样的日常维护和使用。最好是就是在这个系统里面集成了这个 CIP 的一个功能。就是它会具体的测算我这个多少。它不测算，就是咱们得建议或者人家计算，就是谁来设计这个换热器，他就得在设计选型的时候啊，对食品来讲，就得把这个因素考虑进去。对于供暖，比如说他就不考虑这个，他用完一排就不进行 CIP 清洗，是吧？对于其他化工的，我不知道怎么清洗。对食品肯定是要每次用完，或者说用一定的阶段啊，随着换热器效率下降，它就要进行清洗。这个清洗就叫 CIP 啊，这是CIP 就是就地清洗的意思，就是不拆下换热器，不每一个板片用刷子去刷呀，用什么冲啊，它就是专业的一个操作啊。你像用户生产的话，是很复杂的，有的是每一个批次进行一次，每一个批次的话，比如一天白天生产，到傍晚啊，它要停机，每停一次机就要进行清洗，清洗完放起来，它对于换热器来讲，对于食品卫生来讲，微生物繁殖来讲，都是安全的。如果不清洗的话，放到那里边就变质了啊。所以最少的是就是一个批次一个清洗，长的呢，用户都希望尽可能的这一个批次长啊，他希望生产1礼拜不停机。但是用着这个换热器的话，它效率就会下降。因为一般食品上由于加热多一些，冷却也有。因为加热的话，它板上就附着一些食品的颗粒啊，什么糖啊，什么东西啊，它这个就挂壁了，或者结胶了，或者怎么了，就需要停下来进行清洗，清洗完了再生产。对。维修用户肯定希望越长越好，但是根据GMP 规范呀什么上面啊，说是比如说一个季节，这一个季节有的是1个月，有的是2个月，最长3个月啊。就是这个换热器就要打开进行检查，胶件如果坏了啊、老化了就要换掉。这个是就是一个好的作业规范嘛。提前预防有问题。因为胶件它如果说泄漏啊，包括胶糊啊什么呀损坏啊，对产品质量也是有影响的。对，尤其是对于我们这种无菌要求。对，无菌要求的话，那有一点点泄漏就很有不是无菌了，整个这个生产流线。对，而且有时候板片之间也有小沙眼啊什么，也得打压实验。
咱们就是我们作为用户，肯定希望板片供应商、各个元器件供应商啊，能定期的走访。走访的话，你们如果有一些专业的设备，比如说测漏的设备呀，干什么呀？去用户自己买的话不值当。你们如果买这种带电导滤仪的这种测漏装置，带软件啊，去定期的，比如3个月造访一次，最好免费哈，然后接上去给它转一下，看看漏不漏，给用户就跟认证一样嘛。你们如果能有认证的话，也是个增值服务，是吧？就是说你自己生产的换热器，我给你就跟验车一样啊，跟汽车验车一样，1年它一验，你们可以给他1年做一次认证，就是说我公司经过检测，什么检测数据什么样啊，就是证明这个在这1年内肯定能够正常运行，正常使用，搞一个这个认证，也是挺好的。